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11月8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1月7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288.89，收盘价是296.91，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99.75，最低价是在285.52。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14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在前一日 K 线最高的上方。量，当日的成交量是 1.17 亿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0.7 倍量缩。KD 值，双线是继续上行，开口增大。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上行的走势在继续增强。MACD 双线是继续上行，开口增大，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绿柱。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在继续多头趋势。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11月7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实体中绿 K 线，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上涨的行进中。那当日的这根 K 线它是一个小幅的高开盘，开盘之后股价被迅速拉升，上方是在300关口附近呢是遇到了压力，然后呢股价一直是在高位震荡，最后收盘价是收在了当日 K 线的中上部，收盘价超过了前一日 K 线的最高。那出现这样的K 线的线型呢，说明日后呢股价将会有继续上行的走势。那么我们也会关注到当日的成交量较前一个交易日是量缩，虽然价涨量缩是要回档的走势但是这样的一个成交量相对于之前的交易日也是抱有大量的，所以日后股价将会有继续上行的走势。那目前的股价上行的目标就是要突破300关口。那300关口呢是目前的一个关键压力位，也是重要标志位。如果在近1-2个交易日股价不能够突破300关口，那么股价将会有回档的走势。好，那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1月7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回档。收盘价我们给了2个点位，分别是在275附近，对，还有一个位置是在262附近。另外一个可能呢，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继续上行，收盘价会在294附近。那实际呢，在11月7日，股价的收盘价是在296.91，股价是出现了上涨。那至于我们预测的上涨虽然是在点位上相差较多，但是呢，在盘中的走势是基本相同的，性质也相同，就是都超过了前一日 K 线的最高。好，那么目前股价处在一个上行的走势中所以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上行。那对于11月8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仍然是上方的299.29，实际上是7月19日这根 K 线的最高。那么这根 K 线呢，我们说目前在11月7日股价虽然出现了新高，但是收盘价并没有站上这个位置，所以说呢这个位置仍然是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当然我们现在可以取一个整数关口，就是300关口是第一个目标。但是呢我们会看到，虽然收盘价没有站上这个前高，但是在11月7日当日股价出现了新高，
也就是299.75。那这样一来啊，上方就出现了头高。然后我们再来看，上方出现头高，实际上也就是说，目前股价所在的这个位置啊，确认了自2023年1月6日以来的多头趋势，因为下方是有底高的，上方已经出现了头高。好，那么这样一来呢，我们说，股价只要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啊，说股价只要能够突破300关口呢，会继续上行，但是如果不能突破这个位置呢，股价会出现回档。所以我们看看近几个交易日，我们看股价是否能够突破这个位置。好，那这是我们说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那么既然现在这个多头趋势已经被确认，在站上这个目标之后，接下来第二个目标就是上方的这个314，这是第二个目标。那么站上314就会瓦解特斯拉股价历史最高这个位置建立的空头趋势。我们会看到，从2021年的11月5日，股价一直是空头趋势，到了2023年1月6日，这是跌到了这样的一个空头，这是一个最低点。从这个位置，股价是出现了开始叫做反弹，然后呢建立了多头趋势。那么股价一旦站上314，将会瓦解这个空头趋势。所以我们会看到，目前啊特斯拉股价这一波的上涨呢，现在两个关键位置，一个是突破300，然后确认这样的一个多头趋势，然后是突破314来瓦解之前的这个空头趋势。好，那如果股价继续再向上呢，那我们认为接下来的目标就是384这个位置。但是这个位置啊，我们说384还有一个位置是401，也就是400关口。那这两个位置仅仅是压力位，股价一旦站上了314呢，那上行的真正的目标就是特斯拉股价历史的最高。当然我们之前也提到过，股价在站上300关口之后啊，目标也是这个位置，也就是站上这个位置啊，那么股价自2023年1月6日以来的这个多头趋势被确认，那么股价上行一定是瓦解这个空头趋势，同时站上它的最高。好，这是我们说的目标。对，好，那么这是股价的上行，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股价下行的目标，我们可以依然从这样一个图形来看，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仍然是238这个位置，是在这个位置。跌破它的目的呢，就是要瓦解自8月6日以来的这个这个多头趋势。对，那么这个位置如果被跌破呢，那么股价呢将会其实这个位置被跌破已经就建立空头趋势了。那我们来放大图片来看，那我们来看看在到达第一个目标238之前，目前有一个重要的标志，一个是275，另外一个就是246这个位置，也就是这两根绿 K 的最低将是股价出现回档，在到达238之前的两个重要标志位。当然各条均线值也会成为支撑。尤其是我们会看到11月5日这根 K 线的最低，这是246，这根绿 K 和之后的两根绿 K 合并，这是一根非常长的一个实体长绿 K 线。那我们说股价如果出现回档的目标，就是要吞噬这根 K 线。对，因此呢11月5日这根 K 线的最低在246这个位置，将会是日后股价回档的强支撑。
好，那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目标。那如果238被跌破，接下来第二个目标就是212，然后第三个目标就是203，也是在200关口附近。好，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下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之前我们给出的观察位是11月6日这根吊人线实体的下沿，是在285附近。那么在11月7日，我们会看到股价一直是在它的上方运行，因此是收在了高位。那到了11月8日，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是在297这个位置，实际上就是这根前一个交易日这根 K 线实体的上沿。对，好，那么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啊，我们认为股价如果能够在它的上方运行，那股价是很容易去突破300关口而继续向上的。但是在11月8日盘中，股价如果是在它的下方运行，那其实我们会看到在这个地方是很容易做头的，也就是股价会在这个地方出现一个回档。所以在盘中我们要特别关注297这个位置。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目前我们有一个15%的多头仓位，最后一次加仓是在11月6日，收盘价是在288.53这个位置5%加仓。之前是在这两根绿 K 分别有5%的进场和加仓。那这15%的仓位的成本价是在272.5这个位置。好，那之前我们给出的止损位呢是守247，是在这个位置，这根绿 K 的最低。那么到了11月7日，收盘价是在296.91这个位置，在这个位置我们是不可以继续加仓的。因为虽然目前股价是继续上行，又确认了一个长期的多头趋势，但是呢，这根 K 线我们会看到，它的成交量较前一个交易日是量缩，虽然是量缩，连续2个交易日抱有大的成交量，然后我们会看到股价出现这样一个大幅的上涨呢，我们认为股价是有回档的意愿的，所以呢，在技术上，加仓或者进场的标志就是收盘价站上前高，并且呈现的是成交量增。所以说呢，目前不满足这样的一个指标。那同时我们也在这个从目前股价的涨幅来看呢，当日 K 线又含有长长的上影线，所以呢，股价在这个地方很有可能会出现回档，所以在这个收盘价我们是不可以继续加仓的。那么这15%的仓位呢，到了11月8日，我们会看到现在股价出现了大幅的上涨，我们要给出停利的位置。那停利我们指的是停止利润的损失，我们守这根绿 K 的最低285，也就是如果股价日后收盘价跌破了这个位置，可以停利出场，因为我们的成本价是在272附近。好，那么如果想要继续就是说等待回档继续做多呢，我们给出的止损位，我们仍然守11月5日这根 K 线的最低，我们守246，对，好，是在这个位置。好，这是多头，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就是300关口，那么他们的目标当然就是下方的246，还有238这2个位置，这是空头的目标。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11月8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上方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300关口，也是前日 K 线的最高。第二个压力位
就是上方的314，在这个位置。我们愿意再给出第三个压力位，我们给出的是330这个位置。330呢，我们可以把图放大，就是我们会看到是2022年4月26日这根 K 线的最高。我们会看到这根 K 线啊，它是出现下跌之后，在这个地方休息之后，又是一根起跌的K 线，所以它的最高呢是在333.33这个位置呢，一定是一个压力位，所以我们取整数330，这是第三个压力位。好，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首先到来的支撑呢是285，是前一日这根 K 线的最低，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停利的位置是在这个位置。第二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从273到275，在这个区间。第三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是在265附近，碰巧它也是这个缺口的中线，这是一个强支撑。然后呢，第四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在246到247之间。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11月8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给出这个预测是并列的。好，我们先来说第一个。第一个呢是股价如果上行，它将是高开盘或者是很小幅的低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95，上方最高会到达305，然后收盘价会收在298附近，是在这个位置。也就是说有新高的出现，但是收盘价收在前高的下方。那如果出现这样的上行呢，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95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上行。另外一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下。实际上我们这两个预测一个是横盘向上，一个叫横盘向下。那么横盘向下它的走势呢，应该是低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97，最低下方会到达291，然后收盘价会收在295附近，在这个位置。那么出现这样横盘向下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97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横盘向下。好，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11月8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